臣等恭迎陛下。罪臣孙南重贵，恭迎温皇。温皇千万岁寿。罪妇李氏恭迎父皇，父皇千万岁寿。臣恭迎陛下，陛下千万岁寿。令公何在？启奏陛下，南朝京师内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。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，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。冯令公，朕是知道的。这钱弘处，朕未曾听过。吴越偏比小邦，言之有辱陛下倾听。此人春秋几何？臣闻吴越王钱元贯诸子以弘字叙之，年纪应该不大。石重贵，如可知罪。孙南神思混乱，行止悖逆，罪在不赦，夫为温皇裁断。只要拿来劳金的话，未免太瘦了些吧。肉袒千阳，贤避于谶，盈于骄言，此春秋之故矣。于人君则折辱过甚，非圣学之所长。男人不耐寒，此袍与你遮风。孙南不孝，冒渎温皇天威，前罪未论，又蒙恩赏，罪臣惶恐无定，敏感寤内。朕既然封了你做傅义侯，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。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，你这做孙辈的不义，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。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？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？孙南岂敢？孙南叩谢温皇天恩。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，恭请陛下法驾入城，正位大宁宫。蒙朕，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，有水绕丘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启奏陛下，水曰曲水，丘曰赤冈。物欲何在？臣在。小玉诸部落公帐皮氏，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，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，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。既是如此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不得进城，今夜驻扎赤冈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事关邦交，角郎已不该任性啊！一字萧关起战臣，河黄隔断忆乡春。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这是前朝耐辱居士的诗。司空图一介吃完老儒，无钱无兵，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！而我吴越纵横12军州，代价10余万，便这样就向契丹俯首称臣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你这个比喻啊，不伦不类。后唐李家尽是实事，都是沙陀人，都是胡儿，反倒是那个朱全忠，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。国家大势如此，礼崩乐坏已近100年，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呐？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？吴
越与契丹，自先王世修共事，数十年没有改变过。别说我等要臣臣，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。哼，又是势大，又是势大。九郎，这是吴越国事，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。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？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，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。那你去劝劝他呀，你跟他说国事如此，由不得他再肆意妄为了。唉，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。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，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？陈娘，这事你不懂，不要乱插话。我是不懂，可我觉得阿娘懂。若是阿娘在此，你觉得她会怎么做？喝不喝茶？喝。令公何苦于此事闹义气？谁说我在闹义气？桑相公罹难，令公心中悲愤。这些下官都理会得，只是如今，毕竟国事当前，令公不出，中外难安。我们这一辈人哪有闹义气的福分？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，烧了户册，当堂怒斥张彦泽，是在闹义气？难道不是？活人才有义气之争。我和桑国乔10年前便已是死人了，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？张彦泽的中军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？公卿府上都有走动。何人亲自前往？或见仆役，或知厚礼，亲身前去的确实没有。他今夜于衙中置酒，便请朝中公卿文武，无一人赴宴。桑国乔死得好。你不用劝我，我知道，他们说的都对。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，我在这儿奏罚了，便下去睡了。我也不用人伺候。你好大的颜面，谁是来伺候你的？不想去便不去，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？其实我心里知道，水秀公和三哥说的是对的。这是国事，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把度，容不得谁肆意任性。可我就是想不通，这天下的大事，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？仁义没了，纲常也没了。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，说死就死；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，如今牵着羊，披着发，跪在尘埃里，任人羞辱，任人踩踏。明明是通衢大道啊，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。那些恶贯满盈之人，封侯、
败相权势滔天，良善之家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。水丘公说这是国事，三哥也说这是国事，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什么样的国事能叫是非都颠倒了，善恶都翻转了？狗屁国事！俊义桥街、西角楼大街这4个街口得派人把守，随时监视。我们会在俊义桥下的河道里更换衣着服色，然后从南面的角门潜入进去。脱身的船只务必要藏好，那可是弟兄们唯一的退路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今夜宿卫府衙的是张义军，内衙第一指挥。副指挥使叫张苗，是张太尉的远房之子。今夜当值的便是此人。衙中宿卫口令：长安天子。我们共有181名死士，对面是府衙内一个整编的指挥。动静一旦闹大，2刻之内，必有3到5个指挥来援。故而务必一击得手。站住！做什么去？杀贼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张彦泽又是谁？一个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又岂能在你这条又浅又薄的小河沟里一脚跌死？国事如此，尽力而为有错吗？国事？你也配言国事？押上来！就你们10几个毛头小子，带着区区的181个人，就想着在这虎狼盘踞的京师里，在这数万甲士的护卫从中，趁夜去取一个鸡年上将当朝太尉的首级。我看你是发烧，烧坏了脑袋。阿爹，住口！你们自左藏拖回来的那些粮船，叶下兵进城多日，满城里几千户人家都遭了劫，可他却偏偏漏掉了你的这几条船。这样的蹊跷，张太尉，一个多年的老将，他会看不明白吗？你们是当这些魏伯牙兵都瞎子吗？连你爹我的这一双眼睛都瞒不过去，还想去算计堂堂一方节帅？别说是你们这181个人，便是给你18000人，今日也只是个死字。明日一早，去给令公请罪。起来，起来！饶命！保住门就可以回家。
太尉，没人出来。盯了整整一夜，赵红英家无一人出府，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。船呢？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，无人来取。罢了。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？楚国夫人丁氏。今日午间之酒，叫她出来陪一下。太尉，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。此间只有傅义侯，哪里来的皇长子？令公，回来了。是。既然还活着，便做事吧。随你守卫府城10日的战没伤残之将士，尚未得抚恤；有功的将佐军卒，亦不曾褒奖。他们的妻儿子嗣、高堂老母，或许尚在，也或许罹难于兵乱。逝者已逝，他们可以歇歇了，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。令公，现在在做这些还有用吗？后生，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武不能定祸乱，文不能治太平。所行所为，大多都是无用的，有用的、无用的，终归要有人去做。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，做不做，却又是一回事。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？当做。当做则做。当做则做。哎呀！来，走！我主持人，好！哎，出来吧！你们这些傻才，喝个酒都不安静，就会弄这般粗事，让京师这些大头巾如何看我们这些厮杀的男人？太尉说的是，既然来了京师啊，自然要弄些雅致的耍子。只是弟兄们平日里只会厮杀和搏戏，却又如何耍得来呢？上去啊！看不见我们，上去！老子把你上去！上去！
们都是粗人，实在弄不来雅士。夫人久居宫禁，侍奉君王之侧，想必才艺颜色俱有所长，不妨显露一二，让弟兄们开开眼。太尉恕罪，妾身并无才艺。并无才艺。无妨，有些颜色拿出来给弟兄们看一看，也是高兴事。咋了？不愿意给军中弟兄们面子？妾身愚钝，不知道太尉和众位将军想看何颜色。这有何难？夫人，在宫禁之内，床子之间，与傅义侯兄弟看何等颜色？今日便给弟兄们看何等颜色。夫人，还当今时是往日啊。日荣贵已然不是天子了，他是傅义侯。你小子也不再是太子了。要么你脱了衣裳，让弟兄们见识见识你的颜色；要么把你小子叫出来，让他见识见识我们军中袍泽们的颜色。让我们看看你是什么颜色。哎呦！